2009年，一项反常识的科研结果浮出水面，科研人员找到了一种短短2个月就能够大幅拔高人类认知功能的活动。它不是各类脑力解谜游戏，不是主流的正念冥想训练，更不是研究者本人亲手开发的大脑训练程序。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的发现者恰恰是一款全球知名大脑训练游戏的设计者。他所观察到的效果甚至碾压了自己耗费心血打造的产品。今天我们就完整拆解这项震惊学界的研究背后全部故事。这项研究的核心人物是川岛龙太博士，他任职于日本东北大学嘉陵医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一职，深耕神经可塑性以及认知老化相关领域。简单来讲，他毕生的科研重心就是搞清楚人类大脑如何发生改变，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老化。普通大众熟知他，源自2005年他为任天堂 DS 主机开发的作品《大人的 DS 脑部训练》。这款游戏全球累计销量突破3300万套。当初开发这款作品的初衷十分朴素，他希望普通人也可以切身感受数十年科研得出的结论，持续给予大脑足够刺激，人的认知能力确实可以获得提升。后续也有临床报告佐证，部分失智患者的记忆水平得到一定改善，但真正颠覆性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时间来到2009年，日本大型机车制造企业雅马哈向川岛龙太博士发出科研委托，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骑机车和驾驶汽车会给人的大脑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吗？长久以来，各地机车爱好者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主观体验：骑完机车之后，头脑会格外清明，骑车通勤上班，专注力状态会截然不同。但这些全部都只是骑士群体的个人感受，不存在严谨的科学证据支撑。雅马哈想要确认，这种大脑层面的增益是真实存在的生理现象，还是骑士们一厢情愿的心理暗示。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本次全部研究经费都由雅马哈提供。换句话讲，一家产业利益和机车强绑定的企业出资，难免会让人对研究结果产生怀疑。不过川岛龙太博士极度看重自身的学术声誉，这项研究完整走完同行评审流程，最终正式刊登在正规学术期刊之上。如果整套实验的数据存在漏洞，期刊方会直接拒稿。博士接下委托之后，给自己定下的实验目标，并不是想方设法证明骑机车具备益处，而是客观验证这类大脑改变究竟是否真实存在。正是这一处科研思路上的区别，催生了后续令人意外的实验结果。博士对受试者的筛选标准设置得相当严苛，招募到的22名实验对象全部持有机车驾照，但已经有至少10年没有碰过机车。专门挑选长期不骑车的受试者有着非常关键的逻辑。如果实验直接选取常年骑行的老骑士，我们根本无法分辨这群人的大脑优势是长期骑行塑造出来的，还是本身先天大脑特质更好，才会热爱机车骑行。选取搁置骑行多年的人群，让他们重新开展骑行活动，就可以精准观测骑行行为本身对大脑带来的真实改变。这也是科研工作者区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的核心手段。博士将22名受试者划分成2组，第一组受试者日常生活里所有出行，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超市、拜访友人，全部改用机车出行。这套干预持续整整2个月。另一组受试者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全程不接触机车。实验正式启动之前，全体受试者统一完成全套认知功能检测，精准采集记忆力、空间推理、注意力、信息处理速度等多项大脑指标。与此同时，参与骑行的受试者会佩戴脑部活动检测设备，实时捕捉骑行过程之中大脑各个区域的激活程度。驾驶普通汽车的人群被设置为本次实验的对照组。60天的干预周期结束，所有受试者重新回到实验室，完成同一套认知测评。当博士着手整理统计实验数据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核对输出结果，最终呈现的数据完全超出了他事前的预判。我们先看冲击力最强的一项测试。这项测试要求受试者把听到的一串数字以倒序复述出来，比方听到数字3829，
受试者就要说出9283。这个看似操作简单的测试，在脑科学领域分量很重，它同步考核人的短时记忆、工作记忆，还有前额叶执行功能。临床神经科医生也会借助这项测试，筛查早期失智的迹象。接受机车骑行干预的实验组，这项测试得分提升幅度超过 50%， 我们可以对标学界通用评判标准。一套干预手段能带来 10% 的认知提升，就足以在行业内部引发热议，达到 20% 的提升，相关学术论文就会大批量涌现。如果提升来到 30%， 就会被学界视作新药研发的备选方向。而本次实验仅依靠日常骑行，不依靠药物，不依靠外科手术，不需要专门的特训课程，仅2个月就实现 50% 以上的提升。反观对照组的受试者，认知分数还出现小幅下滑，也就是维持普通生活模式的普通人。短2个月时间，大脑能力出现轻微退行。除此之外，实验组人群的空间认知能力、多任务并行处理能力、大脑内图形旋转的心理旋转能力，全部出现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改善。这篇论文以东北大学联合雅马哈共同研究的名义正式对外发表。可真正撼动博士认知的，还不是纸面之上的测验分数，而是脑部扫描捕捉到的影像资料。科研人员对比了机车骑行和汽车驾驶2种状态之下，大脑不同区域的激活水平。结果显示，骑机车的时候，受试者的前额叶会出现高强度激活，重点集中在右侧前额叶皮质这一块大脑区域，掌管记忆存储、注意力维持、信息处理、决策判断、问题解决、情绪调节，还有自我控制能力。直白地说，这就是整个人脑的指挥中枢，主导人类高阶思考的核心板块。骑行过程当中，这块脑区全程高负荷运转。反观驾驶汽车的状态，前额叶几乎处于休眠状态。博士曾经这样描述，汽车属于高度舒适化的机械，它不会主动调动我们的大脑，只有行驶途中遭遇平交道，或是行人突然冲出这类紧急险情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暂被唤醒。日常通勤坐在方向盘后方，我们的大脑大多会进入省电模式。2种行为带来如此巨大的脑部激活差距，根源来自自动化程度的不同。现代汽车搭载自动变速、定速巡航、车道保持辅助、倒车影像、自动紧急制动，大量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认知工作，全部交由车辆系统代为完成。机车则完全不一样，骑行者需要依靠自身身体平衡完成车体稳定，每1秒都要微调身体重心，稍有疏忽就会摔倒。过弯的时候，身体倾斜角度必须精准把控。路面上的碎石、水渍、前车每一个细微动向，骑行者都要同步接收、判断，骑行全程都持续给大脑施加稳定的认知负荷。大脑遵循最朴素的规则，反复调用就会变强，长期闲置就会退化。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引入核心科学概念——神经可塑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界普遍认定，人类大脑成长到特定年龄之后，就不会再发生改变。而神经可塑性理论推翻了这套旧认知，只要人还存活，大脑就会持续发生重构。当我们重复开展某一类活动，大脑对应功能区域就会调配更多资源，神经回路变得更加粗壮，同时生成全新的神经连接。现实之中有大量现成佐证，职业音乐家的听觉皮质比普通人更为发达，这是常年演奏训练带来的生理改变，对应脑区实实在在出现结构上的增长。职业电竞选手处理视觉信息的脑区得到强化，和反应速度挂钩的神经回路运转效率远超常人。伦敦出租车司机需要完整记住城市错综复杂的路网，他们大脑内部的海马体体积显著大于普通人群，而且从业时间越久，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回到本次机车骑行实验，骑行的过程之中，平衡感知、空间认知、快速决断、风险预判、肢体动作控制，多套能力对应的神经回路同步得到锻炼，大脑不可能对此毫无反应。川岛龙太博士的实验把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神经可塑性在普通成年人身上完成验证，仅2个月时间就观测到实实在在的大脑改变。
实验组受试者的大脑不只做到延缓老化，更是实现了功能层面的逆转，并不只是被动防御衰退。这份学术论文正文篇幅有限，一笔带过的一组主观反馈同样值得关注。发生改变的不只有冷冰冰的测评分数，参与骑行干预的受试者向博士反馈，日常工作出错的频次变少，处理各类事务的速度明显加快，自身情绪状态也变得更加积极愉悦。前额叶除了掌管记忆与注意力，同时负责情绪调节、冲动管控、意志力塑造，还有人的自我效能感。我们日常所说的精神力，绝大部分都诞生在这块脑区。前额叶功能得到强化，带来的不只是头脑变好用，还会作用于人的整体状态。研究收尾阶段，博士给出自己的总结：安逸舒适的环境会让人的身心慢慢适应更低的运转标准。这项研究最终指向，骑行可以助力智慧老化，也就是更聪明的老去。但我们必须划下重要的边界条件，本次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全部是持有驾照，拥有过往骑行经验，只是长期没有实操的人群，并不是零基础初学者，这点至关重要。想要依靠骑行激活大脑，前提是骑行动作具备基础熟练度。完全从零开始学习机车的新手，大脑会进入生存应激模式，恐惧和紧张占据全部注意力，没有多余的脑资源留给学习和认知加工。只有熟练掌握基础操作，骑行动作变得自然流畅之后，大脑的正向改变才会逐步发生。还有一项绝对不能忽略的安全提醒，机车本身的风险远高于汽车，就算认知能力可以提升 50%，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身体损伤，所有增益都失去意义。所以这项研究传递的内核并不是号召所有人都去骑机车，而是大脑会精准回应我们每一天做出的行为。高度自动化的汽车，一键完成各类操作的便利生活，都会向大脑传递可以休息的信号。大脑会忠实执行这份指令，就像长期不用的肌肉会萎缩，得不到调用的大脑同样会走向衰退。想要唤醒大脑，我们完全不必依靠高风险的骑行活动，学习一门全新乐器，挑选陌生路线出行，手写记录文字，尝试使用一门不熟练的外语。每一次全新挑战都在向大脑发送信号，督促大脑保持运转。2021年，美国有相关配套研究证实，单次骑行体验就能够让人体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下降 28%， 同时提升专注力。川岛龙太博士的实验证实长期干预带来的大脑改变。美国这项研究佐证纪实层面的增益，两项研究来自不同国家，实验手段互不相同，却得到方向一致的结论。人的大脑走向衰老或是维持活力，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你的大脑时时刻刻都在忠实记录，你选择去做什么，又选择放弃什么。问题摆在面前，你打算任由大脑持续休眠，还是重新将它唤醒？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点赞收藏，我们下期再见。